这孟辉不是正在申请正教授吗？这信要是属实，他的职称不就完了吗？教授超助教，可能吗？论资历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呀。关老师，这事儿您了解吗？了解的不太多，不过我相信何彩虹她是一个诚实的学生。哇，无论是真是假，在这节骨眼上出现这事儿，这不搅局吗？孟老师人缘挺好的，我不相信他会做这种事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功利心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。反正何彩虹才刚刚工作，起点就是0，扳倒别人对他来说也没什么。彩虹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别八卦。诬陷，彻彻底底的诬陷。你说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为了尽早出名，他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啊，这一点底线都不要了吗？好好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究竟有没有看过他的那个论文大纲啊？这是我的论点，我是在跟他进行学术讨论的时候说给他听过，他就把它记下来了啊，完了要作为自己的论文发表。我制止他吧，他就生气了。这篇论文我可是1年前就开始构思的。孟老师，既然现在有人举报，而且还是实名举报，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决定开始调查，相关的人员会被叫去作证，你自己也准备一下吧。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证据，不过季黄老师可以作证，我那天确实和孟辉老师讨论过论文大纲。被他一顿批评以后，我把论文大纲扔进了垃圾桶。这条证据还是季黄老师收拾垃圾时捡出来的。他说我写的不错，还替我惋惜来着。这个事呢，我问过季老师，他跟你说的是一样的。但是你和孟老师讨论大纲的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。而且他是你男朋友，当然会帮你说话了。庞主任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我知道这件事很不好调查，但我不全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学术的公正，也是为了今后不让更多的人上他的当，所以才决定检举揭发他。学术造假是事关学者声誉的大事，如果坐实，学校是一定会对孟老师进行严肃处分的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有可靠的证据。可是，到目前呢，你只提供了一条证据，上面既没有显示时间，也没有显示你这个手写大纲跟孟老师有何关系。既然他的论文都已经公开发表了，我想任何人都是可以根据他的论文手写出一个大纲来。你是搞研究的，应当知道什么叫孤证不立吧？既然你已经把检举信群发给文学院了，学术委员会的老师呢，今天上午也开了个碰头会，决定展开调查。如果你的举报属实，我们一定会依法处理；而如果你的举报是带有什么个人目的的，我想恐怕你会背上诬陷的罪名啊。庞主任，我不怕调查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好。除了你们手上的这份论文大纲，我没有其他的证据。我自己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，根本没有任何防范。何老师，当孟辉说你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与一篇会议论文高度相似时，你有没有追问那篇论文它的作者及出处？我问了他了，他说记不得作者是谁了，还说已经是1年以前的事，说那篇论文只在会议上宣读过，可能没有正式发表。和他交流之后，你有没有继续再查证一下？因为我写这篇论文之前，我做过相关论题的历史研究综述，我当时并没有发现相似的论文，所以当孟辉老师提出这篇会议论文的时候，我感到很沮丧。孟辉老师是这个领域的专家，我当时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你说论文是你书稿中的一部分，这个书稿啊，我们也看过了，是电子文件形式的。那么你的写作呢，这个时间长达2年，啊，期间还有不断修改，我们无法鉴定书稿中的这一章是在何彩虹之前完成的，还是在之后完成的。这个是我的问题吗？他举报我，就应该或者说必须提供有力的证据。
我的证据，就是已经正式发表的署名论文。他的证据是什么呀？一张手写纸吗？何老师，到目前为止，你没有向委员会提供足够的证据，以证明孟辉教授的盗用行为。如果没有更多的证据，恐怕我们的调查很难进行，也不可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。老孟不可能抄何彩虹的大纲啊！我也觉得难以置信。老孟这人吧，我了解啊，厚道，爱护学生，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。要不去年怎么还被评为优秀教学工作者呢？唯一的缺点呀，就是这心里藏不住事儿。我问过他，他说大纲啊是他给何彩虹的，何彩虹想拿为己用，哎，就反咬了他一口。学问这东西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业界里谁都知道，能在专业权威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，没个5年10年的修为，你根本就做不出来。有些人努力了一辈子，还写不出一篇呢。顾老师，您觉得我有几年修为？哟，季老师，你博士毕业不到3年吧？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2篇，而且何老师的大纲我看过了。以大纲的底子来说，如果仔细润色的话，在现代文学研究上发表是不成问题的。那我们先去上课了。那我们先去上课了。谢谢你。没事，我帮你准备了一份